Hello， 大家好，我是 Ashley。今天我和大家谈一谈关于朋友这个话题。25岁以后到30出头是一个转型期。我自己就发现我的人生发生了很多改变，很明显的改变就是在交朋友这个地方，特别是想要交到像小时候那样这么好的朋友，几乎是不可能了。我们生活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在往越来越孤独的这个方向在走。一切都变得越来越方便，就连购物你都不需要出去了，所以社交其实变成了一个非必需品。你如果人生也是处在这个阶段，然后社会又正好处在这个变化的阶段，你一定也会跟我一样有这种不太舒服的感觉。其实从小到大，我是那种很看重朋友的人，而且我的朋友都是那种一起玩得很开心，然后又可以很深入的谈心的类型，所以我会觉得说现在的状态我不是特别的满意。我和我以前的朋友我们不生活在一个国家了，虽然说我们还是会有联系，但是顶多也就是聊聊天，还会去聊天的那是很小的部分了，大部分就是慢慢的就淡掉了。所以我就有去尝试交一些新朋友，我还尝试的还蛮多的，然后这个过程怎么说呢，就真的不是很顺利。要找到一群人一起玩的朋友还是蛮容易的，但是要找到就是那种交心的朋友就特别难。我知道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想做这期视频告诉你，其实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我们很多人都在经历这些。经历了这些挫败的感觉以后我总结出了一些可以让我们去应对的办法，就让我们自己开心一点吧。首先就是大家的重心真的不在交朋友上面了。毕业了以后，出社会了以后，大家都慢慢的要工作可能会有另一半然后甚至有的人会有小孩，所以就真的生活真的是已经很忙很累了。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自己创业，然后我们约他出来，他经常不出来，我还以为他是在找借口。现在我自己尝试创业以后，我才发现那是真的。就是真的是很忙，而且情绪起伏会很大，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会没有心情出去跟别人交往。然后如果你进入了一段稳定的关系，你大部分时间肯定是会和你的另一半在一起嘛，这时候单身的人就大部分不会想要跟你做朋友了。想想看也是人家和你做朋友都是要等你有空的时候你们才能出去，当他需要你的时候你就不一定 available 了。那如果是和同样已经有另一半人的交朋友呢，我觉得就更难了，因为我发现大部分有另一半的人都不会愿意再单独出去，会一直是 double date 什么的，所以这个关系就会停留在很表面。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没有朋友是很正常的事，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没朋友，或者是朋友不够多。你其实也没有像小时候那样把交朋友真的这么当回事了。虽然说你很想交朋友，但是让你去投入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去维持友谊，你真的愿意吗？或者你真的有时间这么去做吗？不要去责怪自己没朋友，因为这个真的是所有人到了这个人生阶段都会遇到的问题。第二点呢，在我交朋友的过程当中，我感受到的就是友谊会变得越来越浅。你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大部分的关系都只会停留在浅交，3个人以内的友谊就会越来越少，大部分都是至少有4个人，因为 double date 嘛。然后因为我本身比较内向，所以这种浅交的关系很多时候并没有让我觉得说比我自己一个人待着要更开心，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完全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消耗自己的精力。我并没有觉得说有一群朋友在一起玩就会开心一点，因为说真的，我们自己一个人待着也可以做很多事你只要有网络，你什么都可以接触到，什么都可以学到，而且还不用忍受八卦抓马这种人群会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其实我后来呢就发现我要接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再把交朋友当做自己快乐的源泉了，因为你也发现了嘛，就是已经没用啦。那所以我们要向内求，就是要学会自己给自己制造快乐。我这里不是建议你把自己关起来，把自己关起来是不行的，这样子对心理健康不好。只是你去社交的时候，要有一个独立于交朋友这件事的意义存在。打个比方说，你去参加志愿者活动，最主要的意义感是去做好事，帮助别人。那这个本身就给你带来满足感了，你就不会依赖于其他人来填补你内心的空虚。所以我会建议你每次社交的时候都可以有一个其他的目的在，这个目的不是只说什么功利性的目的，这个可以是
比如说你想去一个地方啊，或者是你喜欢做一件事情啊，然后你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啊，去参加一个社交活动，你可以想想看，这个活动会不会给我带来开心？你可以想想，抛开交朋友跟别人会不会让你开心，这个活动有没有什么可以你让自己开心的地方？你如果喜欢玩桌游，那你就可以多去参加玩桌游的活动。你要去参加某个圈子的活动，那你就找找看有没有共同的目标嘛，比如说大家聚在一起学一个东西啊，或者刚才提到的志愿者活动啊，就是我们要尽量的避免让自己觉得是在浪费时间。当然啊，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还真的能碰到交心的朋友，那就太好了。但是因为这个几率这么低，所以就算遇不到，也不能让自己觉得是在消耗自己和浪费时间。那接下来呢，我想谈谈独处的力量。我们听到孤单这个词，第一反应就会觉得好惨啊，好可怕，好像整个世界都变成灰色了。其实真正的平静是从独处获得的，是自己可以给自己的。那有人就会说啊，我已经天天在独处了，没有觉得很平静啊，只是觉得一团糟。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觉得一团糟的时候，你如果出去和别人交往，你还是会觉得一团糟，甚至会觉得更糟。很多人也都不会愿意待在你身边。年轻的时候还好，因为还是会有很多人会愿意倾听你、开导你。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大家都已经很忙了，自己都已经累死了，自己的内心都很脆弱了，谁还有空来管你啊？而且我发现有些人他们自己不开心的时候，还会去攻击别人来找内心的平衡，这样子谁受得了啊？所以说我们要真正利用好独处的时间来提升自己的能量和状态，不然的话要应对现在这种转型的时候就更难了。接下来呢，我要教你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是我看哈佛心理学医生 Dr. K 的视频学到的。我们人的情绪除了分为正面和负面情绪，还可以分为高唤起和低唤起情绪。那高唤起负面情绪是焦虑、恐惧和愤怒，这些情绪对我们的消耗非常大。你经历越多这种高唤起情绪，你就越需要独处来让自己的大脑平衡。那你这个时候去外面社交，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觉得更累。所以我们独处的时候要尽量去减少自己负面的高唤起情绪。其实我觉得正面高唤起情绪也要尽量减少啦，就是不断刺激产生多巴胺。网络啊、社交媒体平台啊、电视啊、新闻啊，这些都是在制造高唤起情绪，因为这样的情绪才能方便企业家赚钱嘛。所以如果我们能尽量控制去在网络和电视上摄入这样的内容，其实就已经成功了大半了。像我前段时间看了好多犯罪案例，晚上害怕睡不着，就真的变成就是人不人鬼不鬼。所以说之后我就不看了，因为这是干嘛嘛？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我累了，真的。所以你注意到自己长期沉浸在这种高唤起负面情绪的时候，你就要及时喊停。我知道我们谁都不是圣人，就是不可能完全避免，我还是会有很强的好奇心啊，所以可能以后还是会看犯罪案例，但是不能就是长时间的沉浸在里面。你要及时喊停，然后去做一些可以产生低唤起正面情绪的活动，比如说写日记、画画、看书、散步，去看看海啊，冥想一下啊，做做瑜伽。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懂得和自己独处，其实很多时候比交朋友还要可以缓解孤单。你在人群中的时候，很多时候也还是会觉得孤单啊。事实上，很多时候你跟一群觉得没有共鸣的人在一起，比你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还要觉得孤单很多。那你如果每天让自己很难受，那你就是那个跟自己没有共鸣的人。所以啊，我们要先把自己照顾好。但是我要再说明一下，你千万不要把自己关起来，你每天最好还是至少要跟一个人有接触。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跟你们产生一些共鸣。那请你们点赞、订阅和转发，也欢迎你来分享自己的故事。那我们下次见，拜拜。